这个赛前的时候呢，两位选手的这个对手的这个放话呀，都是充满了自信。是，所以说呢，在场上一定也是一个杀气很强的这样一个气场。对，也正如他们所说的，两位实力确实也都非常强。是嘛这个阿拉佐夫1993年出生，年轻。那么身高是1.78米，臂展达到了1.88米那么达占巴呢是一位1986年那么今年是31岁了，那么身高只有1.70米。对。那么在这个身高上呢，那么阿拉佐夫占有绝对的优势是。那么臂展呢是1.79米。身高臂长又年轻，这是阿拉佐夫。达占巴呢，这个经验丰富，身高呢虽然低，但是呢极具爆发力这属于这种比较这个维度比较这个宽的选手比较粗的选手，那么可能力量上可能还有他的优势对，我呢这个都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很多观众朋友也都非常的期待着这场比赛，而且呢这个呢应该说是这个不管是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是网友，都认为这是这个胜负最难判断的一场比赛。两位选手呢各具特色。而且这赛前的这个称重仪式上有小花絮，两位选手的这个互相这对视这个拉都拉不开。在前面这一段时间的比赛当中双方都有这种进攻也都有效打击。那么在我印象当中，在我的这个看的这种观察当中我觉得这个阿拉佐夫还确实是有这种身高的优势是打这种中远距离包括这种控制的这个距离、控制的节奏场上的能力对。现在呢，这个很明显，阿拉佐夫身高臂长，然后呢，这个想这个把达占巴这个控制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距离之外。达占巴现在呢是一直在外围，然后呢利用这个脚步的移动，想要寻找这个进攻的机会，想要进去。进去之后呢，我们知道达占巴的这个爆发力很强，拳很重，这个时候呢他就有机会了。当然，阿拉佐夫呢，他自己也说，这个本身呢是这个习练拳击出身，而且呢在之后呢，不管是这个荷兰式垒底进攻还是这个日本的空手道都进行这样一个融会贯通，比较综合，是比较综合、比较全面的。一直在控制距离，那么达占巴所以说打不进去这打不进去。毕竟对手的这个身体条件优势还是有的。这个其实虽然两位选手这赛前这个火药味十足，但是真正上场打的时候倒还都谨慎了，沉稳了这就是这个有经验的老练的这个这种选手的他们在场上这个知道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这个节奏呢需要变化，什么时候节奏需要调整。是。那么这也是仅仅一局后面还有2局。但是这个我们相信这一局一定是一个蓄力和试。Second stop, please. Second stop, please. Ready? Fight! 好，第2回合开始了。这回合我们看两位选手是不是该进入到这个发力局了。好，阿拉佐夫一如既往的来用腿法控制，然后拳法开路，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研究腿法，这是属于这个大刀阔斧的在向里进攻是。
这个达詹巴这会儿呢，这个被对手呢好像是打的稍微有点这个不知道怎么该往里进了，因为对于达詹巴来说，他这个想要取胜的方式呢也简单，就是进去之后打进去啊，对，打重拳。对。那现在呢，阿拉佐夫啊，根本是不给你这个进来的这条路啊。那么一直在用腿法控制这个距离。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一场半决赛，然后呢，在9月份我们还有另外一场是西提塞对阵恩里克科尔的比赛，而这2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10月份决出最终的胜者，在接下来时间当中，真正去完成伊隆王者挑战赛的最后一步，和伊隆进行这样一场比赛。阿拉佐夫的启动啊，似乎要更快一些。但是现在阿拉佐夫呢，这个身高和臂展是非常吃亏的，完全是被达詹巴被阿拉佐夫呢是控制在这个距离之外。是。那么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达詹巴的这种发力啊。对。或者是说一些这个进攻的路线改变节奏的这种控制，场上节奏的这种进攻，和这种感觉，因为他的这个优势和攻击啊发挥不出来，没有空间和距离施展。对，那么也在于阿拉佐夫的一个控制啊，对，在于对手的一个控制啊。那么反而还在这个技术上啊，还出现了一些一些小小的失误，在技术的运用上、规则的运用上。是，这2位选手啊，这个阿拉佐夫47胜30次 KO，达詹巴阿斯克洛夫呢96胜47次 KO， 都是这种非常高的、这个恐怖的这个终结率和攻击力的选手。是。那么对于2位选手来讲啊，水平都相当了得，所以说在整个场面上打的都非常谨慎。是。那么在谨慎当中，也避免不了这个突发的这种 KO 给大家带来这种惊喜。对。越是这样高手对决，越是可能在一瞬间找到机会。这么一击啊！第2回合，2位呢打的依然是非常的焦灼，也非常的激烈。那么在第1局和第2局当中，我一直觉得这个阿拉佐夫的控场能力太强了，是，所以说让这个达詹巴的这种重击啊，没有这个距离，没有这个空间。那么甚至在这个控场能力的这种情况下，让达詹巴稍微着急了一些。对因为也没有好的这种对，因为进不去啊，自己的这个重拳输出不了，是这心里头肯定也是觉得这个着急。对。Back down. Back. Tip. Back. Wait. 好，现在呢，该进入到第3回合的比赛当中了。Ready, fight! 好，开始第3回合。这回我们看看达詹巴阿斯克洛夫能不能够这个找到机会输出自己的重击。到。看，好，扫到了护具，有时间调整。这个当中呢，我们最多呢能给到5分钟。迅速的投入比赛。一扫，换一下，阿索夫对。现在双方开始打这个低点腿啊，低扫腿比较多。对。Ready, fight! 其实阿拉佐夫啊，一直用这种低扫、中扫来干扰这个达詹巴的这种进攻啊。换架想挡后扫腿。还一个啊！这一下，阿拉佐夫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条件非常好，协调性也非常好。对。
想要这个一直找这个机会，阿拉佐夫这段时间一直找这个机会打这个高扫。对，这个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合理，这个控制距离又能够有效输出进攻。哦，这个高扫啊，这高扫虽然这个手全套挡住了，但是还是有渗透力，还是有。到。Fight！这会儿我们看那个大战八呀，这打的有点困难了。哎，进去有没有机会输出？到。Fight！阿佐夫确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距离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非常好尤其是这进入第3回合，这个低扫、高扫这样组合，对于大战八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哦，这个很危险啊，比较频繁啊。那么他刚才一个变线的这样的一个踢啊，变线踢，那么高复数 ，OK。Fight！是后腿低扫，然后加这个前腿的高扫。是。那么对于大战八来说，确实没有很好的方法啊，对，来去打到他自己适合的位置，输出他的重击。是，所以说在留给他的时间不多的情况下，啊，最后的10秒钟，哦，阿拉佐夫连续的高扫，对。哦，阿拉佐夫，这个好像觉得自己胜利在望了，还不断的在给这个达人巴这个表示，哎，打不到我。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精彩，两个选手都是这个顶级的高手。这场比赛呢，阿佐夫更合理的运用了自己的身体的优势，身高的优势。况且他的技战术可能更全面一些，更细一些。对达战八来讲，他的可能力量更足一些。但是在这种移动当中，在这种控制当中，他的力量。现在宣布比赛结果啊。现在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30比27，2号裁判30比27，3号裁判30比27，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阿拉佐夫。